大家是不是一直在为怎么才能开始着手绘制插画而感到烦恼？太多细节的插画又很难入手，又一直担心怕会画出来的东西不够好看，又想要参与到矢量插画的行业，可是一直苦于菜鸟插画的名号。其实绘制矢量插画并不困难，也十分容易入手。今天我就来为大家示范一幅非常简单又好看的矢量插画，只需要简单的几何元素就可以啦。我们今天示范用到的矢量软件是 Linearity Curve， 这个软件对于个人用户是免费的，大家可以下载尝试一下。打开软件，我们可以看到左边的工作条，其中有一个图形工具，这个图形工具可以绘制几种简单的几何图形，它对于我们今天的分享比较重要。先选择方形图形，通过设置将其四边尖角改为圆角，然后用鼠标点住画板拖动，就可以得到一个这样的图形。我们把它作为设计人物头部的形状，人物的头部有的长一些，有的短一些，适当就可以了。大家还能对其调试，最后得到一个比较满意的头型，第一步就完成了。接下来我们再选择图形工具里的圆形工具，我们可以用它来制作人物的鼻子，正圆形或者椭圆形都可以。要注意的是，鼻子选取同类色较深的颜色，这样图形颜色比较统一，也会增加一定的立体感。如果是正面的人物，鼻子应该要更居中一些。我们可以同时圈选两个图形，通过右边工具栏里的居中对齐达到。根据我自己的风格需求，我喜欢在面部添加线条来作为鼻梁和脸部两边的界限，这个完全建立在我个人风格的细节上。你们不喜欢或者有其他的想法的话，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来进行。绘画风格有时候就是这样多一笔或者少一笔的决定。如果我们要做这一步的话，一定不要忘记把线条通过轮廓功能转为曲面，这样的好处就是高级。好，不是，这样的作用当然就是为了更好的使自己的作品当需要放大缩小图形的时候，线条是会随着缩放改变的，但是面不会，所以线条转曲是必要的，这也是矢量插画会遇到的问题。眼睛的制作也是非常简单的，利用圆形基础图形就可以拼凑出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看眼睛多大是这个人物所需要的，还有摆放眼睛的位置也是可以改变人物面部特征的，所以大家只需要根据自己需求的，在不那么夸张的情况下随意调整就可以了。眼睛在鼻头上方，人物看起来会成熟一些，眼睛与鼻头平行或者处于下方，人物看上去就会稚嫩一些。这个其实就是因为人成熟后五官会比较开，脸有的时候五官会比较集中的原因。制作嘴巴的方法也有很多种，今天我们来尝试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同样的道理，我们需要用图形工具建立一个圆形或者椭圆形，然后在这个圆形的中间位置建立一个长方形，长方形正好遮住圆形的一半。通过布尔运算，用长方形切除圆形被遮挡的部分，我们由此得到一个半圆形。半圆形表现的人物开口笑的嘴巴，半圆形在脸部的大小和高低也可以表达出不同人物样貌特征。例如半圆所占脸部面积大，人物看上去像是在大笑，反之占比小，看上去便像是在微笑了。嘴巴做好以后，人物基本的样子就完成了，但是感觉可能少了一些细节。那么我们还可以来添加脸上的红晕，就像是腮红，这样人物看起来会更有朝气，更可爱，就好像是化妆的作用。也许我们也可以用来开做美妆栏目。
同样的是用圆形图形工具软件，在眼睛下方推出一个椭圆的图形，颜色最好以红色系为主，这样才有效果。如果用紫色的话，可能这个人物的脸部就看上去比较低沉。不过这些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完成。我们也可以使用颜色中的渐变选项，为这个腮红做一些过渡的渐变色，这样看起来更自然。椭圆形上方可以更红一些，下方可以渐变到脸部的颜色。做完后复制到脸部的另外一边，制作对称的脸部的时候就是这么简单，做一个图形就可以复制到另外一半脸上，非常的方便。既然这么可爱的人物形象，我们就不能让它秃头了吧？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给人物做简单的头发造型。这里头发造型也是和现实生活中的头发造型是一样的，非常的重要。发型改变一切，并不是无道理的。我们先建立一个圆形，这个圆形比头部稍微大一些，超过一些些，这样头发的轮廓看起来会蓬松。谁都不想要扁头吧？这里头发我用了黄色，因为皮肤是蓝色的，黄色会比较搭一些。然后可以像我这样直接画出来，或者用2个圆形去切出来的刘海的样子，放在额头前，这样偏分的发型就出来了。大家还可以稍微调整一下，就是不想发际线看上去过高的话，就可以添加一些小的图形在额头上，这样发量看上去会特别的饱满，都可以调试到满意为止。头发做完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耳朵也用圆形工具做出来，这个非常的简单，大概可以看一下眼睛和鬓角的位置，差不多就可以了。然后再复制一个到另外一边，真的没有比这个更简单的了。这个时候人物的头已经做好了，如果觉得只有头部还不是很足够的话，还可以为它添加脖子和上半身。脖子可以用长方形来做，做好了调整一下粗细和长短。你也不想自己的人物有个粗脖子吧？不过要是你画的就是健身教练之类的，脖子也可以粗一些，不然不够魁梧。还可以根据脸型稍微做出一些脖子到头部的阴影，这样人物更立体一些，也增加了一些小巧思在里面。这个阴影可以像我这样画，当然也是可以用圆形切出来的。最后我们再来做一部分身体，
先建立一个大一些的原型。大家 maybe 会说，圆形的身体也太奇怪了吧，又不是龟仙人。但是因为你太着急了，我们本来也不是要建立全身，只有上半部分，我们用方形切割一下，就可以得到一小部分的半圆形。这个半圆形就代表了我们的肩膀部分的身体，是不是很干净利落呢？这些都做好以后，可以添加一个背景，可以用圆形当做背景框，用什么颜色都可以，只要自己满意。哇，这样也太像头像了吧，真是一举两得，又学习了这么用简单图形设计的插画人物，结束后还可以获得一个崭新的头像，真的是非常有益的一次学习啊。下次的分享还会教大家用简单的图形来创建人物的身体哦，不要错过，赶紧点赞关注，还可以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我是 J， 下次见。